朋友们，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对电子设备和电池的依赖真是越来越明显。不过，面对电池使用寿命短的问题，很多人往往选择直接丢掉它们，让环境受污染，钱包也跟着缩水。你知道吗？只需1勺食盐，你就能轻松恢复那些看似无用的电池，使它们焕发新生，不仅环保又省钱哦。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池的工作原理。电池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产生电能的。电池中的化学物质一旦消耗完，就会失去电力。不过，食盐水溶液可不简单，它的导电性能暂时恢复电池内部的离子传递，让你的电池重新充满活力。1勺食盐倒入一次性杯子里，再加入200毫升温水，用小刷子蘸取食盐溶液，轻轻刷洗电池两端，正负极能清除那些顽固的污垢和氧化物。将清洁后的电池放入装有食盐溶液的空碗里，浸泡大约5分钟。我们也可以搅拌搅拌，这个过程中水溶液就变成了电解质溶液。而咱们的电池主要是分为正负两极，在我们不断搅拌的过程中，电解质溶液则增强了电池内部的离子传导。而电池的工作原理基于氧化反原反应，正负极材料在电解质溶液中发生电子的转移，而食盐原溶液改善了离子的传导环境，从而使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最终产生一定的电能。小心取出电池，用干净的布擦干，或者让它们自然晾干，把电池放回设备中，惊喜发现它们的电量居然恢复了。这种方法适用于碱性电池，不太适合锂电池或其他类型的电池哦。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却非常的神奇。像我手上的现在这几个电池就可以放到家里面的其他玩具或者是遥控器里面去了。像比较大一点的电器里面放进去可能会显示电量不足，但是这些小玩意儿，这个电池用起来还是绰绰有余的。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了。当处理电池时，正确分辨正负极是非常重要的。通常电池上会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来指示正负极，这个标志可能是箭头、字母加或减，或者颜色编码。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观察这些标志，你可以轻易地区分出电池的正负极。然而，如果你无法通过观察来确定正负极，你可以使用一个小型电压表来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差，将电压表的正极红色和负极黑色分别连接到电池的两端。如果电压表显示电压差为正，那么标记为加的一端就是正极；如果电压差为负，那么标记为减的一端就是正极。另外一些电池还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指示正负极，例如电池上的端子形状可能不同，或者正极端子上的标记可能比负极端子上的标记更突出。这些细节有助于你更准确地分辨出电池的正负极。总之，正确分辨电池的正负极不仅有助于确保设备正常工作，还可以避免因接线错误导致的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在使用电池时仔细检查并确认正负极的位置。家中的遥控器还有儿童玩具都需要用到电池，特别是儿童玩具，费电特别多，一节电池用不了几天就没电了。其实，儿童玩具倒下来的废旧电池放在遥控器上，还可以用很长时间。再就是很多人在看电视时，有时遥控器的电池没电了，我们就无法看电视，哪怕是遥控器不能用，电池里边还有剩余电量。如果遥控器不能用，
我们就把遥控器的电池取下来，用2个电池按压一下，大家就会发现电池被按扁了。电池按扁的同时，又激发了电池里边剩余电量，再把电池装到遥控器上，可以临时用好几天，就给我们腾出时间来买电池了。还有很多人儿童玩具倒下来的电池，就直接把它扔在垃圾桶里，那就太浪费了。废旧电池在生活中还有非常多妙用。1. 每当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我们穿衣服或者触碰到门把手的时候，经常会被静电电到，每次被静电电到也是比较疼痛的。我们就可以利用电池的正极来接触衣物，来回的摩擦一下，利用电池把衣物上面的静电给消除掉。这样摩擦一会，我们在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衣服上面没有静电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利用电池的正极在门把手上摩擦一会，也可以消除门把手上面的静电。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很容易产生静电。如果你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利用电池来解决这个问题。2. 充当触屏笔使用。一些女性朋友喜欢做美甲，如果刚做了美甲，或者做的美甲比较长，这样使用手机的时候就非常的不方便。还有时在做家务或天气冷时戴着手套操作手机也很麻烦。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上一个废旧的电池，只需要把电池的负极在手机的屏幕上滑动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电池的负极可以充当一个触屏笔来使用。我们用它来滑动手机，非常的灵敏，不管是打字还是刷视频，都和我们的手指一样好用。而且电池的负极是平的，我们也不用担心它会刮花手机屏幕。3. 用来拎袋子，避免勒手。在购物时，我们可能会拎一些重物，导致手指发红。此时，我们可以借助废旧电池来帮忙，只需将电池放在塑料袋底部，就可以轻松拎起物品，不会勒到手。这个方法对大多数人都适用。4. 磨剪刀。就像家中的剪刀，用一段时间，剪刀就会变得非常钝，很多人就会把剪刀扔掉，买一把新的要10几块钱，就非常浪费。如果你家剪刀不锋利，可以用剪刀在电池表面剪一下，因为电池的外壳是铁质的，用剪刀剪电池时，剪刀的刀刃就会磨得非常锋利，只需在电池表面剪10到20下，剪刀就会变得非常锋利。关于电池的这些小常识，大家都了解清楚了吧？学会了之后，回家立马利用起来。好了，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再见。